北约近日宣布，鉴于乌克兰危机严重威胁成员国的安全，决定在保加利亚、匈牙利、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4国增派战斗群。而早在2017年，北约已经在爱沙尼亚、立陶宛、拉脱维亚和波兰4国部署了增强型前沿存在战斗群。通过地图可以看到，这8个国家成了俄罗斯与西欧之间的防火隔离带。那么，北约部署在此的8个战斗群将如何影响地区安全形势呢？4个新增战斗群的指挥架构、武器部署、人员规模，北约没有进行详细的通报，但我们可以通过此前4个战斗群的数据来分析。战斗群是指军队根据不同任务组建战斗模块的方式。美军战斗群通常是旅级规模，但北约军力有限，此前组建的是规模更小的4个营级战斗群，分别是加拿大指挥的拉脱维亚战斗群、德国指挥的立陶宛战斗群、英国指挥的爱沙尼亚战斗群和美国亲自指挥的波兰战斗群。每一个战斗群都采用多国部队模块化组建。北约官网显示，4个战斗群一共4615人，但每个战斗群的人数并不相同，模块编程也不一样。加拿大的拉脱维亚战斗群参加众筹的成员国最多，人数也最多，有1525人。英国的爱沙尼亚战斗群由英国、丹麦和冰岛3国众筹，才831人，人数最少。4个战斗群中实力最强的还属德国和美国。德国指挥的立陶宛战斗群人数为1249人，指挥中心设在卢克拉军事基地。从北约公开信息来看，德军派出620人，规模占整个战斗群的1半。骨干作战兵力是包括机械化步兵、工程兵在内的一个装甲连，其他组成部分还包括战斗后勤、医疗等支援兵力。德军的豹 2A6 主战显然再度挫伤了俄方的谈判动力。美国媒体《军队时报》网站和《防务新闻周刊》3月24号报道称，法国已提出愿意主导在罗马尼亚的战斗群，而捷克将主导在斯洛伐克的新增驻军，保加利亚和匈牙利将分别主导在自己国家的战斗群。因为呢，这个冷战结束了这么多年，它这些国家的武备衰退废弛的非常的严重。这一个营的部队也就几百人，他出去以后，他只能进行一个什么分队级的作战，他根本不可能。你要说进行一个兵团级的，就是旅一级吧，至少得有旅一级的进行这种作战，他都得凑好几个国家。这几个国家呢，语言都不通然后这个指挥协同各方面来讲，虽然有北约演习，但是他的作战能力就是很低。此外，据法新社报道，一名美国高官24号在布鲁塞尔表示，美国及其北约盟友正在讨论向乌克兰提供反舰导弹。此前，俄罗斯舰艇曾袭击位于黑海沿岸的乌克兰港口。